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形势。中国在台湾海峡检查船只，台湾表示不会合作。路透社，中国在台湾海峡发起了为期3天的海上巡逻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该作业是登船和确保关键水基专案安全运行的努力的一部分。此举正值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见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之际。这次会议由船队管理公司 BASF 主持，标志着台湾和美国代表之间几十年来最资深的会议。台湾已就海上行动向中国提出投诉，警告不要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称这可能对双方的正常交流造成障碍。上个月，中国成立了一个覆盖南中国海的军方控制的顶级救援和打捞机构，引发了人们对此举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担忧。为了对抗中国，美国贸易代表寻求与盟友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外交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 Catherine Tai 表示，他呼吁采取所谓的朋友支援战略，以建立盟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减少对中国等地缘政治对手的依赖。戴还表示，拜登政府正在重新考虑降低关税和签署广泛协定以外的贸易。戴在讲话中强调了消除允许美国农民向墨西哥出口马铃薯的监管障碍，正在进行的关于可能在亚洲对抗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以及最近与日本就关键矿产达成的协定。美国还在寻求与盟国合作改革世界贸易组织 WTO， 该组织是总部位于日内瓦的执行全球贸易规则的机构。世贸组织已经瘫痪了3年多，自从美国阻止任命新法官进入该小组以来，它一直没有运作。美国和其他国家认为，世贸组织没有能力应对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家对经济的非常规混合。美国认为，当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它将开放经济，允许更多的政治自由。相反，中国利用其美国市场准入，同时经常歧视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戴承认，美国对促进自由贸易协定的依赖未能预料到中国这种笨拙的资本主义品牌，以及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对其贸易伙伴之一开战的可能性。印度旨在利用中西紧张局势。金融时报分析人士表示，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大多数其他大国，但尚未发挥其经济增长潜力，这需要在制造业发生，以便像近年来中国所看到的那样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印度近 60% 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服务业，而自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于2014年开始印度制造运动以来，制造业一直被限制在 GDP 的 15% 左右。只有5家印度制造商进入今年的 FT Statista 亚太高增长公司排名，而 IT 行业的公司有16家。北京和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促使一些投资者探索替代方案，印度将自己视为一个潜在的有吸引力的选择。为了促进该行业的增长，印度政府已拨出1220亿美元用于资本支出，以改善基础设施，为年轻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并采取其他措施说明初创企业。虽然印度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但它并没有完全免受全球经济冲击的影响，预计其增长将随着更广泛的趋势而放缓。今年，在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集团之一阿达尼集团 Adani Group 遭到欺诈指控后，市场已经步履蹒跚。由于全球增长放缓的影响，外国风险资本家对印度初创企业的投资进展缓慢。尽管如此，包括该国新一代小企业贷款机构之一 Kinara Capital 和去年开始在印度生产最新版本 iPhone 的苹果在内的企业仍然对该国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印度政府正在努力提高制造业产量，报告了一些小的成功，例如卡纳塔克邦决定根据公司的需求允许2班制生产。中国服务业新订单增长速度为2020年以来最快。南华早报，自政府放松对冠状病毒的限制以来，中国的服务业活动连续第3个月扩张，财新 Market 服务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升至 57.8， 为30个月来的最高水准。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是28个月来最快的，在客户需求改善的推动下，该行业的出口订单以最快的记录速度增长。然而，工作力和原材料成本上升推高了投入价格，整个行业的商业信心降至3个月低点。上周，官方 PMI 在3月份触及 56.3 的10年高点，其衡量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的综合 PMI 升至 54.5。这些数据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担忧，即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外部金融担忧，中国经济复苏是否可持续。凯投宏观 Capital Economics 中国经济主管埃文斯·普理查德 Julian Evans Pritchard 表示，数据显示3月份消费者复苏仍然不平衡，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些动力，因为消费者在增加大件商品或长途旅行的可自由支配支出方面进展缓慢，同时迅速重返街头和公共交通。中国指责美国利用台湾作为美国军售者的自动取款机。华盛顿邮报，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加强与台湾科学合作的法案。该法案指出，中国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缺乏透明度。此外，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三会见议长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和众议院议员两党小组后，北京称美国和台湾的会晤是严重的不法行为，双方重申致力于在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维护自由。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经常威胁说，如果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将以武力吞并台湾。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在访问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国家之前会见了蔡英文。蔡英文与麦卡锡的会晤是自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土地上会见总统继任的政治领导人。麦卡锡一再表示，两党议员一致希望继续促进与台湾的关系。这是华盛顿在中美关系因贸易、人权、安全和技术问题而恶化的情况下加强与台北关系的最新举措。此前，美国已批准对台湾紧张的半导体行业进行几项投资，美国和台湾希望这些投资能够对抗中国在全球晶圆制造行业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该法案尚未获得参议院通过并由乔·拜登总统签署，然后才能成为法律。中国航母在台湾附近演习，紧张局势加剧。半岛电视台，随着美国和台湾与中国关系的紧张关系加剧，第二艘中国航空母舰山东号正在西太平洋举行军事演习。该船距离台湾东海岸200海里，据报道与中国海军的其他船只一起驶过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这些演习也恰逢蔡英文总统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的会晤，这被北京视为一种特别的侮辱。自1979年正式关系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援者和武器供应国，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保护台湾领土。北京周四警告说，台湾是中美关系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并且没有公开评论山东在太平洋的存在。尽管中国国防部谴责蔡英文和麦卡锡的会晤，但没有威胁采取具体行动。然而，负责中国东部沿海的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部宣布，他正在陆上和空中进行密集演习。亚太地区的其他几个海军和军事强国最近也购买了最先进的武器，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除了该地区第二艘航空母舰的抵达外，中国周四宣布计划在台湾海峡检查船只，台湾抗议将不被接受。台湾当局建议当地航运运营商不要遵守中国海事局的任何要求，并立即通知台湾海警寻求协助。马来西亚敦促中国游客清除警方敲诈勒索。南华早报，一个马来西亚组织呼吁一名声称在访问该国时被勒索的中国游客挺身而出。该事件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然而马来西亚中国友好互助协会顾问 Michael Chong 表示，这可能只显示了故事的一面。在新闻发布会上，Chong 敦促游客解释此事，并向警方发表声明，认为该视频受到的全球关注损害了马来西亚的声誉。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已经开始。TikTok 视频称，这名中国公民在未能出示护照后被勒索。吉隆坡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申诉人声称他在未能出示身份证明后被勒索。中国提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航铁路票务。南华早报，中国开发了一个一体化的火车票务系统，可以通过智慧手机应用程式连接140多个国家的售票平台。该系统是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创建的，老挝成为第一个注册该平台的国家。乘客从3月15日起使用智慧手机预订机票，售票机使用瑞士法郎作为国际兑换的标准货币。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和越南可能会效仿辽国成为新体系的成员国。该技术为联合建立智慧、标准化、统一的国际运输票务平台奠定了基础，由中国国内火车票 IP12306 发展而来。该应用程式每天可以处理2000亿旅客，每秒发出超过1500张门票，而不会出现故障。由于系统必须支援不同东道国的不同票务机制，具有不同的座位号规则，并为国内和跨境座位和管理功能提供便捷的服务，因此任务难度很大。该系统将使用基于中国开发的核心技术的开源软体，主伺服器由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在超高安全措施下运行和维护，平衡开放性和安全性。将来自许多国家地区的票务管理系统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通用机器必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无缝工作。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可以连接横跨东欧、东南亚和非洲的网络，从而加快经济发展，同时降低运输和旅行成本。亚洲成长型企业逆势放缓。金融时报，由于 COVID-19， 亚太地区初创企业的融资条件正在收紧，许多亏损公司面临着现实检查。风险资本供应和公开市场兴趣正在放缓，而后期资金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尽管市场条件艰难，但新兴市场印度和东南亚
印尼的金融科技行业以及新加坡金融科技和远端医疗领域的高增长公司等一些公司仍然保持强劲增长。例如，新加坡的雷克斯国际控股公司 Rex International Holding 和西北公司 NW Corporation 是该市蓬勃发展的能源行业的一部分，年增长率分别为 630% 和 581%。远端医疗运营商 Dr. Anywhere 和健康和保健电子商务公司 Maneuver Marketing 也取得了成功。新加坡已成为高增长公司的中心，拥有强大的金融科技和远端医疗领域。金融科技贷款机构 Credivo 通过一轮股权融资获得了 2.7 亿美元。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已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水准，而中国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将给该地区带来至关重要的推动力。韩国自动驾驶机器人公司 Twinny 的年增长率为 128%， 而总部位于雅加达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 Avantuno 正在快速增长。在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中国公司受到监管审查的情况下，跨国公司需要使其供应商和业务多样化，这提供了增长机会。中国占世界新增煤电规划的2/3。路透社根据包括美国全球能源监测在内的一组智库的一份报告，到2022年底，中国将占全球计划新增煤电装机容量的2/3以上，另外还有366吉瓦正在建设或计划建设中。该报告还详细说明，去年计划或正在建设的国际产能总计增长到537吉瓦。世界需要从现有的和新的煤炭过渡，以避免气候混乱。该报告的主要作者 Flora Champignon 说，今年英国将主办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COP26， 该会谈将试图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行谈判。在会议召开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敦促各国停止新的燃煤电厂建设，并在2040年之前消除消费，以将全球气温上升速度降至比工业化前水准高 1.5 摄氏度。中金公司计划在阿联酋和沙特扩张，习近平推动中东关系。彭博社，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CICC 表示，计划扩大在中东的业务，因为其总裁习近平致力于加强与该地区的关系。中金公司已经在该地区设立了2个办事处，并正在寻求许可证，以允许其开展金融服务。随着美国和西方盟国加强对中国从计算机晶片到农业等方方面面投资的审查，习近平已转向中东寻找盟友。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陈百里说，香港也希望将其产品扩展到中东，以说明重振香港的经济和地位。陈说，香港的金融家将中东视为一个巨大的未开发市场，这与他们几年前对中东中国大陆的看法相似。中金公司将寻求说明中东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伊朗和沙特外长在中国会晤。路透社，沙烏地阿拉伯外交部长在7年来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首次正式会谈中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这次会议是在德黑兰、利雅得之间恢复外交关系的协定以及来自中国的重大调解活动之后举行的。会谈将讨论重新开放大使馆和交换大使的安排。会谈可能意味着沙烏地阿拉伯的安全得到改善。沙烏地阿拉伯指责伊朗武装胡塞叛乱分子，他们对沙特城市及其石油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否认了这些指控。中国为外国投资者进入5万亿美元掉期市场扫清道路。金融时报，中国监管部门即将批准其延迟的掉期互联互通计划，该计划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掉期市场。该系统将提供对冲利率风险的工具，并将使人民币债务的对冲风险更容易。目前，中美两国政府债务之间的利率差异一直在驱使投资者远离中国人民币债券市场。预计5万亿美元计划最初将仅提供在岸人民币政府债券的利率掉期，希望这将有助于阻止外流。自2022年初以来，投资者在对利率风险的担忧的推动下，已经出售了价值超过8650亿元人民币1260亿美元的债券。红牛背后的家族拥有黑暗过去的意外值才120亿美元。悉尼先驱晨报，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发明能量饮料红牛的泰国家族 Uvitias 自1月以来增加了78亿美元的财富，使他们的价值超过270亿美元。红牛去年售出了超过110亿罐，在大流行后恢复正常生活方面一直是大赢家。分析师表示，它已成为积极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再次锻炼并回到办公室工作更长时间的人将需要能量饮料。据分析师称，在大流行期间，红牛在酒吧和餐馆的销量也超过了竞争对手。Uvitiya 家族的后裔 Charles Uvitiya 在1970年代中期在泰国销售药物时提出了这种含咖啡因的饮料，并决定扩展到消费品领域。他将其命名为 Krating Dam， 泰语为红牛。奥地利营销人员迪翠西·马特西茨 Dietrich Maskitz 在亚洲旅行时发现了这种饮料，发现它缓解了他的时差。两人于1984年联手创立了红牛，并将其转变为一个全球品牌。
未来谁将接管该公司的问题仍然存在。泰国的 TCP 集团在泰国和其他亚洲市场生产能量饮料，目前由超六的儿子 Saravot 领导。对欧洲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担忧，以及中国长达数年的商标纠纷，也对该公司提出了挑战。然而，巴黎斯凯马商学院 Small Business School 体育和地缘政治经济学教授西蒙·查德威克 Simon Chadwick 表示，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红牛重新定义了能量饮料的含义，该公司将其描述为能量饮料，而不是生病食。标准普尔发现，中国公司的股息支付达到创纪录的1740亿美元。南华早报根据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材质的报告，中国最大的公司去年共支付了 1.2 万亿元人民币1744亿美元的股息，打破了纪录并超出了之前的预期。分析师预计，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援，今年中国的股息支付将保持高位。沪深300指数追踪上海和深圳最大的300只股票，去年股息支付增长了 14%。该报告的作者还预计，银行、能源部门以及食品和饮料行业的股息将获得大量贡献。然而，房地产和金融业的股息预计将下降，股价表现与股息关系不大。金融服务业议员兼 Grand Capital Holdings 首席执行官 Robert Lee Wei 表示，公司支付更高股息的兴趣通常是为了吸引投资者购买他们的股票，只要他们有能力支付，他们往往会增加股息。Lee 预测，由于边境重新开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公司将在2023年下半年享受更强劲的经济增长，从而在2023年保持稳定的股息支付。据里亨德森 Janice Henderson 的一份报告还发现，日本以外的亚太公司去年共支付了1849亿美元的股息，同比增长 7.2%， 其中台湾地区处于领先地位。该报告还发现，在全球范围内跟踪的1200家公司支付了创纪录的 1.56 万亿美元股息，同比增长 8.4%。谢谢大家收看中国形势。更多及时的新闻，请看6度世界 3w.6度.world。